场里，你还有情可叹。我只回家吃顿饭，谁若拦我，我便斩谁。昨夜闭关时，我忽然梦见了我娘。你们见过我家长黎吗？她去仙山了，说学成就回来。爹娘，我学会仙法就回来看你们。那是我15岁，现在人间已过300年。凡人寿数不过100年，你的爹娘多半已经不在了。在不在，我都要回去看看。你身份不同，下山恐生事端。无妨，我只回家吃顿饭。我原本可以御剑万里，半刻钟便到故乡，可不知为何，我没有。300年太久，王朝换了2轮，曾经的村民也在地图上寻不到了。我的丫头啊！沈老二家的丫头不嫁也得嫁，欠了我们钱就拿人抵。放开他！你谁呀？我姓沈，回来探亲。欠了多少？30两银子，白纸黑字。借据在他们手里。可他们改过数。胡说八道！债清了。30两。像，真像啊！祖宗画像上那个离家求仙的孩子，老人家不必，就是你这副模样。画像还在，在祠堂里，只是祠堂快被人拆了。门槛仍旧是我离家那年亲手修过的那块榆木。300年里，面对100万妖兵也不曾退半步。可在这竟让我生出近乡情怯。你真是我们沈家亲戚？很远的亲戚。有多远？远到你们应该叫我祖宗。谁写的？是最早那位老太太写的。她等了一辈子，说家里出了个仙人，总会回来。我娘走时，竟还在等我。你别难过，祖宗一定成仙了。成仙的人忙，顾不上回家也正常。以为等我元婴再回，等着等着，一碗热饭等成了冷烩。家里没什么好东西，恩人将就吃。你刚才怎么把刀弹碎的？学过一点剑。那你能教我吗？我不想再被人拖走。哥也被征兵带走了。你哥叫什么？沈青山，3年前被征去修河堤，后来就没消息了。他没死。真的？真的。明日我带他回来。我也去。你留在家里。可那是我哥。那就学会第一件事。什么？别拖后腿。我学。跟紧我。闭眼。啊！这就到了。你刚才怎么不早说？你包袱绑得挺认真。这是赵家，病秧子少爷死了，今晚办冥婚。放开我！我不嫁死人！是春心姐。先救活人。吉时到，新娘入关，与赵少爷合葬。老祖宗！谁敢坏本仙是法师？沈家人。又是你们沈家！来人，把这小贱人也抓了！用活人配冥婚，谁教你的？凡人命贱。散。你是哪一贯的？前辈饶命，小的是黑风观外门弟子。去救人。小何，明日交官。至于你，带路。黑风观在城北。那黑雾是怨气。老祖宗，黑风观里真有仙人，有修士。有人闯关！敢闯黑风观，知道我们观主是谁吗？沈家村灵脉是你们挖的。哼，一个破村子也配占灵脉？看着。看什么？看仙师怎么死。
何人敢在我黑风观放肆？沈家村那口灵脉贫瘠得很，你若想要，本座可分你3成。你杀了多少人？修行之事，何必问凡人死活？剑尊，你是元婴剑尊！前辈饶命！我愿献出所有灵石法器。晚了，记住，这世上有人披着仙衣，心却比恶鬼还脏。以后见到，不必跪。青山，奶奶，我回来了。活着就好。你还知道回来？师哥没用。如果300年前我回来过一次，我娘是不是也会这样骂我？多谢仙人。往后沈家村不许清孤寡田地，不许借仙神名义欺人。是。下官不知仙长驾到，有失远迎。赵家拐卖女子私设冥婚，勾结邪修，你管不管？一定严查。沈家村的查不查？查，今日就查。征夫修河堤3年未归，你问不问？问，下官亲自问。往后此县若有冤魂3日不散，剑气便落。沈家村往后的账，你来管。我？你识字吗？识一点。你也学？学仙法？先学算账，连账都算不明白，你还得等祖宗回来救。老祖宗，吃饭啦。300年后，我终于吃上了回家的第2碗饭。老祖宗，这是你爹娘吗？爹，娘，常离回来了，我学会仙法了。师门待我很好，可我回来晚了。此阵不夺天地灵气，只护一方土水，保沈家祖坟100年不受邪祟侵扰。老祖宗，你还会走吗？会走，但走之前我会把该处理的事处理干净。那以后呢？以后每年清明我回来上坟，一幅传信，一幅护身，一幅救命。你们沈家害得赵家被抄，还敢占着村东灵地？是县令的儿子，不是黑风关，是金雀门的人。哟，这不是沈家丫头吗？听说你们家来了个厉害亲戚，就是她。沈山村灵脉由县府上报金雀门。金雀门知道黑风观炼魂吗？黑风观之事自有宗门处理。黑风观害了那么多人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大胆！前辈，常理剑尊，你门下弟子替县府夺凡人祖坟灵脉，知道吗？晚辈不知，剑尊恕罪。晚辈立刻亲自来查。不用亲自来，3日内给沈家村一个交代。县令昨日答应严查，看来我留在县衙门匾里的剑气，他没看懂。县长饶命！沈青山带着账册和证据亲自去县，你也去。我看着他们怎么审案，怎么写状舞，怎么按手印。老祖宗，我今天看见刘成玉跪在堂上了。我还看见那些被救的姐姐来作证，所以我想修仙。前面和后面有什么关系？我要是厉害，就没人敢逼他们闭嘴。修仙很苦，我不怕苦。会离家。你若跟我上山，少则10年，多则100年，未必能回来。300年前若有人告诉我这些，至少我会回头再多看我娘一眼。老祖宗，若小荷真有仙缘，就让她去吧。奶奶，可舍不得，也不能把你困在村里。可是我走了，谁照顾你？我照顾。是和清玄宗单剑一门，先守孝3月。守谁的孝？守你差点失去的凡尘。3月后你若还想走，我带你上山。老祖宗，我会做到。这一次至少会好好告别。老祖宗，又来一个会飞的。你在凡间收徒了？还没。掌门祖宗好。他叫沈小荷，沈家后人。木火双灵根是个好苗子。
我们知道你下山了。多谢。怕我连累凡人？是，你若留在这里，魔门不敢正面杀你，便会冲沈家下手。再等3日。血河魔气。赤煞宗还是这点出息，先冲凡人下手。老祖宗，他们是什么人？坏人。你解释的真赏识。长离剑尊，原来你也有凡亲。布下一层结界，护得主这一家，护得主全村吗？你们冲我来！欺负老人孩子算什么本事？凡人也配合本座说话？剑尊好大的火气！我今日心情确实不好，这里是我家，你进我家门，动我家人，还问我为何有火气？我来。你竟比30年前更强了。你倒是更弱了。凡人香火，凡人的香火微弱，却一代代不断，竟在此刻护住了祠堂。凡人也能护家。沈长礼，你护得了他们一时，护不了一世。我有家，有坟要上。你若觉得这是破绽，便来攻。你这次回家倒会出点名堂。什么名堂？以前你像把剑，现在像个人了。你以前骂人也这么拐弯？老祖宗，我还想修仙。好，看来清玄宗真要多个小祖宗了。掌门祖宗，你是在说我吗？金阙门监管不力，纵容外室弟子勾连县府，夺取凡人灵地，今日特来赔罪。代表沈家村接契书。老祖宗，我不行。你行，怕也拿着。剑尊，可是赔礼不够。凡人守不住到太多灵石。第一，派医修每月医诊；第二，县学增设寒门名额，沈家村孩子免费入学，晚辈受教。村中孩子无论男女都可来读。从前女娃哪有读书的命？以后有。老祖宗在山上想家了，就煮一点。老祖宗，你清明一定回来。别总跪，这次不是跪先人，是送家里长辈。好。剑尊，您这是从哪里回来？探亲。长离，你真的变了，变弱了？不，剑更稳了。老祖宗家里一切都好，莫牵挂。逢年过节记得回来吃面。老祖宗，我没后悔。带了什么？衣服、干粮、奶奶给你做的鞋，哥给你的账册，还有村里孩子写给你的信。怕吗？怕。那还走？走啊，怕也要往前走。姓名：沈小河。籍贯：沈家村。引荐人：我家老祖宗。就算你是剑尊亲传，也要从挑水劈柴开始。我会挑水，也会劈柴。奶奶，哥，我今天没丢人。老祖宗，我也没给你丢人。老祖宗，我知道是你。怎么弄的？有人割我的篓。你说有人割就有人割，证据呢？我没说是你，你急什么？乡下丫头，你别血口喷人！割篓子的人剑上缠了金丝，后山只有你用金丝剑。老祖宗说，人在外面不能只会吃苦，还得会留；在外面不能只会吃苦，还得会留证据。同门相害，罚入寒潭思过10日，扣半年月例。你这后人不吃亏，吃过亏才学会的。
谢谢老祖宗。凡间的孩子长大，总比山上的孩子更早。入门第2个月，沈家村传来急信，他让你3日后再去。我知道。那你现在去哪儿？路过。金雀门监察牌写得清楚，修士不得借法术侵占凡田。沈家不是离了我就站不住，他们已经开始学会自己撑伞。老祖宗回来了！祖宗回来了！回来了，回来了！老祖宗，中秋回来了就好，饭正热着。山上月亮和村里是一个，摆着它就能看见。娘，我中秋回来了。老祖宗，过年还回来吗？回。吃饭啦。这是愿力，凡人长久思念供奉牵挂，若炼成法器能护神魂。再等等。等什么？等他第一次外门小比。这次我不会输给你。我输了。下次再比。想好了？想好了。心魔呢？掌门祖宗，老祖宗会没事吧？他很强。常离回来了。娘。可我答应过你。那以后记得就行。常离，人这一辈子总有来不及，你不能永远跪在来不及前面。你看，有人还在等你。娘，我以后会常回家。去吧。沈常离，你可真会吓人。你要去哪儿？回家。你刚化神，境界不稳。稳。你至少装一下刚渡劫后虚弱的样子。老祖宗，原来天上看家是这样的。回来了。我心里忽然很安稳。雷杰多吓人，说老祖宗多厉害。老祖宗，化神是不是很厉害？特别厉害。掌门祖宗说整个东周都没几个。这么大的喜事要吃2颗蛋。老祖宗，修成化神后是不是就离凡人更远了？不，是更能回来。爹娘，我过了。奶奶，我疼。你自己判断。哥，拉住。小何，我以前受伤是因为没人能救我，现在我能救别人，总不能站着看。走开！别怕，姐姐带你回家。老祖宗，我做的还行吗？很好，但记住，救人之前也要学会活着回来。在旧梁暗格里发现了一封信，信纸早已发黄，被油布包了一层又一层，外面写着四个字：常离亲戚，吾儿常离，见字如面。我爹是个沉默的人，离家那年他没有像我娘那样哭，只把家里唯一一把柴刀磨好塞给我防身。他说我走后，我娘每日去村口看路，开始1年日日去，后来他知道自己等不到了，便让他把这封信藏进祠堂梁里。他说他们不怪我，这确实像我爹会说的话。老祖宗，你哭吧，我不笑话你。我没哭。没哭。老太太是个好娘。储物界太冷，这封信该贴着心口。那天晚上照信上说的先吃饭后上坟，300年来我一直把遗憾当成心母，可爹娘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要我回家看，然后继续好好活。老祖宗，奶奶说锅里还有汤。走吧，回去喝汤。我有几百年没过凡人的年了，感觉如何？吵，但不讨厌。沈家先祖在上，沈家先祖在上，今岁风调雨顺，小河入仙门，常离老祖归家。给我的？过年都要压岁，老祖宗年纪大也得有。
旧的那枚是老太太给你的，这枚是我们给你的。老祖宗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300年后，我终于又过了一个家里的年。总算没给你家老祖宗丢人。沈小河，恭喜！下次比剑，你可别又输。老祖宗，我想回家探亲。去吧。小河回来了。你当年若能这样回来就好了。难过，很好，遗憾不会消失，但它可以变成提醒后来人的灯。老祖宗，你爹娘会不会也替我高兴？会。老祖宗，我这辈子值了。小河啊，以后飞得再高，也要记得回家。生老病死仍旧令人难过，可这一次，我们好好告别了。我们好好告别了。老祖宗，我没让问心剑想过。我知道。老祖宗，凡人一生好短，可他们活得好认真，所以修士更不能轻慢他们。多年后，小河成了清玄宗长老，他也收了徒。回去看看，记得吃饭，记得告别，记得再回来。老祖宗，吃饭了吗？还没有。那我煮面。何为大道？如今我想，答案也可以是一碗饭，一条回家的路。成了长老后，清玄宗多了一条新规：弟子入门满3年。清玄宗多了一条新规：弟子入门满3年，可请3日探亲假。清玄宗修的是正道，不是把人修成石头。沈长礼，你说我是不是也该回去看看？你还有亲人？亲人应该没了，但祖宅可能还在。南州旧城早已改名，祖宅也成了别人的院子。我小时候常在那树下背书，那时总嫌父亲管得严，巴不得早日离家。真离了，反倒记了一辈子。回家这件事也许会传染。她是县衙里第一位女书议，她叫春杏。回家的人在此吃过一碗面。你这算什么？铜钱互道。家底厚。老祖宗，今年我给。我这辈子最庆幸的事，就是你回来了。也是因为你回来，我才知道修仙不是飞得越远越好，是飞得再远也记得落在哪里。老祖宗，我先去见奶奶和哥哥了，你以后也要记得吃饭。新年快乐。老祖宗，修仙300年第一次回家是什么感觉？像走了很远的夜路。然后呢？然后终于有人喊你吃饭。常理，吃饭了。